大家好，我是 Roland。如果你现在还觉得新加坡经济只是慢一点或者有点不确定，那你可能低估了一件事。问题不是经济好不好，而是规则已经变了。就在2026年3月，黄循财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讲了一段话，很多人当成普通外交发言听过去了。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他其实在讲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世界正在从大家一起赚钱，变成只有一部分人一起赚钱。他说得很清楚，未来不会再完全依赖全球统一规则，而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plurilateral cooperation， 也就是小范围、高标准的合作圈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以前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只要你参与，就有机会分一杯羹。但现在开始变成一个个会员制俱乐部，进得去的人可以赚更多钱，进不去的人连游戏都没资格玩。听起来是不是很远？但其实这件事已经在影响你了。如果你是老板，你会发现有些市场越来越难进；如果你是打工人，你会发现有些行业开始涨薪，而有些岗位却越来越难找。问题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可能不在那个圈子里。所以今天这支视频，我们就讲清楚一件事：新加坡经济进入小圈子时代，对新加坡企业来说，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普通人又应该如何应对？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讲清楚小圈子时代，其实很简单，规则没有消失，但规则开始分层了。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只要你参与全球化，就有机会。不管你是新加坡企业，还是东南亚工厂，甚至是刚起步的小公司，只要接入全球市场，你就能做生意，赚增长。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叫开放、统一规则，尽量让所有人参与。但现在这个逻辑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国家发现，全球统一规则推进太慢、太难，甚至根本推进不了。于是他们开始换一种方式，不等所有人，而是先找一部分国家自己制定规则。这就是所谓的 plurilateral cooperation， 小范围合作。什么意思？不是所有人一起，而是一小群愿意遵守更高标准的国家先组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有什么特点？第一，门槛更高；第二，规则更细；第三，效率更快。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有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都不是全球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协议，但他们的规则比传统贸易体系更严格。比如数据能不能自由流动，数字服务怎么征税，环保标准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在传统全球体系里可能谈10年都谈不下来，但在小圈子里可以很快定下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换个方式合作吗？但真正的变化在这里，规则从普惠变成了筛选。以前是谁都可以进来做生意，现在是你必须符合规则才有资格进来。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正在从开放市场变成准入市场，而这件事情对新加坡来说不只是趋势，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新加坡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它一直站在规则的中心。但当规则开始变成多个小圈子，问题就变成你能不能进入这些圈子，你在几个圈子里，你在圈子里的位置高不高，这才是小圈子时代的真正含义。如果全球规则开始分裂，谁会最先受到冲击？不是大国，而是像新加坡这种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小型经济体。新加坡的经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点，它不是靠内需，而是靠连接世界，资金、贸易、航运、金融、数据流动，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开放和规则。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因为全球是一个大市场，规则相对统一，新加坡站在这个系统的中心，就能不断受益。但现在问题来了，当世界开始碎片化，当规则不再统一，当不同国家开始建立不同的圈子，新加坡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模式，风险会迅速放大。你想一下，如果某一个贸易圈子你进不去，那你对应的供应链、市场、合作机会就会直接消失。
如果数字规则在不同圈子之间不兼容，你的企业跨境业务成本会大幅上升。如果绿色标准不统一，你的产品可能直接被挡在市场之外。这时候，新加坡只有一个选择，不是等规则，而是主动进入规则。这也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强调，要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同时，发展 plurilateral cooperation。这句话听起来很温和，但背后的意思其实很直接。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赛场，新加坡必须同时参与多个赛场，而且不仅是参与，还要尽可能成为这些圈子的核心节点。所以你会看到新加坡同时参与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高标准贸易体系，也推动像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新型规则。他在做的事情本质上不是跟随，而是确保自己不会被任何一个圈子排除在外。因为一旦被排除，对新加坡来说不只是少赚一点钱，而是整个经济模式都会被动摇。所以这一步看起来是主动布局，但本质上是一场必须参与的生存升级。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有一个误解，觉得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跟企业跟自己关系不大。但现实是，这一轮变化最先淘汰的不是国家，而是企业，而且淘汰的方式很安静，不是突然倒闭，而是慢慢接不到单，慢慢失去市场，最后被边缘化。为什么？因为规则变了。以前你只要能做、能便宜、能交付，就有机会参与全球市场。但现在变成你必须符合圈子里的规则，才有资格做生意。这就会直接淘汰3类企业。第一类，只做本地市场的企业。这种企业在新加坡其实不少，业务稳定，客户固定，看起来也不错。但问题在于，它完全不在规则体系里。当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跨境合作，当更多资源流向那些在圈子里的企业，这些只做本地的公司会发生什么？不是立刻倒下，而是逐渐失去增长。你会发现客户在减少，项目在外流，人才也开始流失，因为更大的机会在那些跨境，在那些规则圈子里面。第二类，低附加值企业。过去有一类企业是可以活得很好的，靠成本优势，靠规模，靠价格。但在小圈子时代，问题来了，这些圈子往往是高标准规则，比如环保要求、数据合规、供应链透明度。如果你做的是低附加值产品，利润本来就不高，一旦要满足这些规则，成本直接上升，你就失去竞争力。更现实的是，高标准圈子不需要便宜供应商，它需要的是稳定、合规、可持续的合作伙伴。所以这类企业会被怎样淘汰？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规则筛掉。第三类，没有数字能力的公司，这一类未来会是最危险的，因为现在很多 plurilateral cooperation 的核心已经不是传统贸易，而是数字规则，比如数据能不能跨境，系统是否互通，有没有数字化流程。像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机制，本质上就是在制定数字世界的规则。如果你的企业还停留在传统流程，没有数据能力，没有数字系统，那你会面临一个问题，你不是做得不够好，而是根本无法接入这个体系。这不是竞争问题，是资格问题。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这一轮淘汰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很多企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淘汰，因为市场没有突然消失，只是慢慢被重新分配。订单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那些在圈子里的公司。机会没有变少，只是你拿不到。讲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坏消息？好像规则变严了，门槛变高了，是不是机会变少了？但恰恰相反，机会没有变少，反而更集中，而且更值钱。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在圈子里面。第一类，跨境能力强的企业。在小圈子时代，最直接受益的一类企业，就是本来就能跨境做生意的公司。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规则不是限制流动，而是重新定义谁可以流动。如果你的企业能同时对接多个市场，理解不同规则，甚至可以在不同合作圈子之间切换，那你就不只是参与者，
而是一个连接者。而连接者在任何时代都是最赚钱的。你会看到，同样是做贸易，有的公司利润越来越高；同样是做服务，有的公司开始接跨区域订单。原因不是他们更努力，而是他们在圈子里。第二类，数字与绿色产业这一点，其实在黄循财的讲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未来的合作重点不再只是传统贸易，而是数字技术、绿色能源、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域是新规则的核心，比如数据怎么流动，碳排放怎么算，能源怎么跨国传输。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通过像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机制被重新定义。也就是说，谁掌握这些能力，谁就站在规则之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趋势，不是所有行业都在增长，而是某些行业在加速爆发。第三类，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企业，这是最关键机会。这一点是很多人忽略的。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新加坡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将成为区域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内需消费、技术规模化能力、区域合作推动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市场不只是一个大市场，而是整个区域增长的核心动力源。而新加坡在做什么？很简单，把自己放在中国加东盟的中间。所以，如果你的企业能连接中国市场，又能服务东南亚，那你就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物流、供应链、金融服务、跨境电商会成为下一轮最直接受益的领域。一个关键认知转变，很多人以为小圈子等于排他，但真正的逻辑是小圈子等于更高质量的合作网络，不是谁都被排除，而是谁符合规则，谁就进入更高价值的市场。这些变化听起来很大，那我一个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直接，不是让你更努力，而是让你换一个方向。第一件事，重新选择位置，而不是只选行业。过去我们选工作，更多是看行业稳不稳定，但现在你更应该问的是，这个行业在不在合作圈子里？比如，如果你的工作是完全本地化的，不涉及跨境，不涉及数据，不涉及区域合作，那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可能会越来越有限。但如果你的岗位涉及跨境业务，涉及区域合作，甚至需要对接不同国家，那你已经站在圈子边缘了。第二件事，升级能力不是加班，而是跨界。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单一技能，而是能在不同体系之间切换的能力。但你必须开始理解，数据是怎么流动的，企业是怎么跨国运作的，不同市场规则有什么差异。简单说，以前是把一件事做好，现在是能在不同规则下把事情做通。第三件事，改变认知，稳定正在变成风险。很多人还在追求稳定，但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现实的变化，稳定不再等于安全。如果你所在的位置不在增长链条上，不在规则体系里，那再稳定也只是暂时的。真正的安全感反而来自于你是否在增长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新加坡经济进入小圈子时代，到底是机会还是淘汰？答案其实是，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淘汰；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更大的机会。关键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你站在哪一边。新加坡并没有变弱，它只是进入了一个门槛更高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你在圈子里，你就有机会；你不在圈子里，你连机会都没有。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机会只存在于这些小圈子里，你觉得你现在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评论、分享给更多人，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期继续讲更深的内容。